结束了10天的青海自驾，我们立刻坐火车来到了兰州，然后又开始租车去甘南扎尕那。从兰州开车到扎尕那要7、8个小时，路上的风景很不错，这是路过的一片湿地。甘南有很多湿地，非常美，非常漂亮。现在有点下雨，看看，挺不错的。基本没有在路上做过多停留，我们直接杀到了扎尕那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扎尕那这3个字怎么念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看看这路上，扎尕那地区有4个非常美丽的村庄，我们准备住在最大的一个村庄东洼村。路上就非常漂亮，这是经过的一个小村庄，看看，真是太美了，宛如仙境。扎尕那目前其实也算是不需要门票的景区，但绝对超过绝大多数的5A 景区。这是第2天清晨，我们本来打算看日出，但是没有，看到了云海。下面的村庄多漂亮，这里面不逊于瑞士，太美了。这个地方如果评为中国前20大景区，我都同意。这个养在闺中的景区，几十年没有被发现，近几年才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。估计过不了1、2年，这里又成为爆红的扎堆的景区了。扎尕那有很多村落，也有很多徒步线路，每一个徒步线路都非常美。这个地方是比较开阔的观景平台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，下面的村落，确实很美，不逊于瑞士。这里面的住宿基本都是民宿，当地的村民，条件还可以，最好提前预定。如果是旺季，恐怕也是一房难求。这个是去神山的一个公园，可以徒步，要坐景区交通车。这是一片巨大的高原草甸，远处俊俏的山峰，云海，在这里面徒步休息实在是太惬意了。远处很美，在这里面自由的徒步非常的舒服，也不是很累。很多鲜花，看看多漂亮。因为这里面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游客也不算特别的密集。这里面有一个仙女湖，爬上去看一看。这个湖很小，不太值得上来，看一看就下去。还是这一片比较开阔，现在天越来越晴，蓝天白云，
绿草，非常好的空气。扎尕那有很多寺庙，生活在这里简直太幸福了。最后，今天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。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边，和人民大会堂对称，现在都简称叫国博。国家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，只要预约就行。在03年以前，国家博物馆是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。我也是将近有20年没有来过这里了。国家博物馆的面积有20万平方米，据说藏品有上百万件，也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。尤其是里面常年展出的古代中国展，有非常多的历史文物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，都被称为镇馆之宝。博物馆的几十个展厅，从地下1层一直到4层，其中最大、最好看、最值得去的是地下1层的古代中国展。里面的展品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晚清时代。今天着重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10几件镇馆之宝，一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。这里就是地下1层的古代中国展。我几乎去过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博物馆，博物馆里对游客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可以拍照，但是不可以摄像，所以今天很多的介绍都是通过图片来完成的。来看一看这里有哪些镇馆之宝。这是陶鹰鼎，一件陶器，鹰的形状，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唯一的一件鸟类造型的陶器，距今已经6000多年。这也是我国首批的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。这是1971年在内蒙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玉龙，距今也有5-6千年的历史。这也几乎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原始玉雕，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。在国博里所有的镇馆之宝里，鼎的数量是最多的。这一件是后母戊鼎，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都叫它司母戊鼎。这件大鼎重875公斤，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器。它的历史至少有3100年。鼎这种东西，古代基本就是种锅的概念，就是烹煮肉的。后来逐步演变，代表了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。在博物馆的3楼，展示着几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大鼎。这个叫子龙鼎，高1米多，是一个圆鼎。据说鼎的内壁上有子龙2字。子龙鼎和后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方圆重宝。这几个青龙大鼎都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。子龙鼎出土于中国河南的辉县。青铜鼎有几种形状，圆形的基本都是3角，方形的像后母戊鼎都是4角，又分为有盖和无盖的2种。这也是镇馆之宝大禹鼎。鼎被视为传国重器，国家和权力的象征。鼎这个字也被赋予显赫、尊贵、盛大的意义。
成语中有一言九鼎、大名鼎鼎、鼎盛时期、鼎力相助，所以来国博一定要看这几个青铜大鼎。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，国际紫白盘，像个大鱼缸，是西周时候的铜器。盘内底部有8行100多个字，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据说当时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刘铭传发现，当时是一个马槽。现在看到的是四羊方尊，这个是商代发现的最大方尊。这个四羊方尊高度为58厘米，重34.5公斤。这座方尊工艺精湛，造型典雅，气势磅礴，堪称青铜典范，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，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。接下来的镇馆之宝是这尊铜犀尊。铜制的犀牛，长是58厘米，高34厘米。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，63年在陕西出土。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像马鞍形状的，是一个可以开启的活盖，肚子里是空的，用来存酒，犀牛嘴可以往外倒酒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青铜器叫立簋，也是非常重要的镇馆之宝。簋是装东西的，相当于盆儿。这个青铜立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它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后母戊鼎。这个镇馆之宝叫青瓷莲花尊，大约是公元4世纪到6世纪的北朝时期，高度将近60公分。这是一座木雕的观音，现在放在了博物馆4楼的佛像展馆里。这是个坐着的观音，高度2米，是宋代的文物。以前这尊观音曾流落海外，2005年的时候被收购回国。这件是明朝孝端皇后的9龙9凤冠，这件凤冠上镶有100多个宝石，珍珠5000多粒，华丽贵重之极。这也是一件新石器时期的彩绘陶缸，上面画着一只欢鸟鲷鱼，还有石符。中国的石器时代图画是极其少见的，而这幅图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史前图画，价值可以说是无可估量。这是三星堆出土的面具，各种几千年历史的铜器。中国具有5000年灿烂的文化，因为历史的各种原因，能够留存到今的各种文物少之又少。这些年不但从民间及海外收集到各种的文物，又回归到了祖国。这是编钟，这是兵马俑，都是原件。金缕一衣，很多几千年的文物，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光鲜亮丽，但是非常有价值。国家博物馆里面明清的文物不如故宫博物院多。左边是乾隆，右边是康熙的画像。国家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，展品众多，可以多来几次。这是博物馆2层展览的复兴之路，主要展览的是清朝以后到现在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图片。复兴之路展厅里有2尊12兽首，圆明园的12兽首，这2尊是兔首和鼠首。这2尊兽首回到国内也是历经坎坷，
最后算是法国的皮诺家族无偿捐赠给中国了。2013年的时候放到了国家博物馆。复兴之路的展厅很大，有非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。除了地下1层的古代中国展和2层的复兴之路展览，在3楼、4楼也有很多展览。这是3楼的几个展厅，4楼的佛像展厅。佛像展厅里有非常多精美的佛像。以前在世界其他的博物馆里看到过大量的中国古代佛像，这次在国家博物馆里也看到了这么多栩栩如生的精美佛像，真的太好了。这个就是宋代的木雕观音，也是从国外流回国内的。目前国内的博物馆非常多，其中拥有大量珍贵文物的1级博物馆就有200多个了。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普通游客，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去这些博物馆看看。国内的10大博物馆我觉得有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陕西历史博物馆、南京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、河南博物馆、湖北博物馆、湖南博物馆、辽宁博物馆，还有浙江博物馆、四川博物馆都不错。另外还不能忘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。这是国家博物馆里其他展厅的一些展览。整个国家博物馆面积实在太大了，慢慢的逛一天都逛不完的。目前国内的公立博物馆大部分都是免费的，所以这对于普通游客和公民来说实在是太好的消息了。2003年改为国家博物馆之后，其实来这个博物馆的北京人都不算很多。其实这里真的是值得来看一看，可以了解到祖国灿烂的文化历史。参观完国家博物馆，已经过了天安门降旗的时间了。走进天安门广场，这些都是刚刚看完降旗仪式的游客。